咱们看别人扦插，怎么扦插怎么活，随便一扦插它都活。学习视频同样的方法去扦插，那么就咔咔的开始黑杆了呢？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？蒙圈了。咱们扦插植物的本质说白了就2个字儿。控菌，同等意义转换一下就是什么？避免伤口感染。黑杆就是伤口感染。教你不需要花钱的一个技巧就是什么？咱们选取枝条的时候对伤口的一个处理啊，不要把你家剪鱼的剪子也拿出来啊，你这个82年的剪子也拿出来，咔咔挺响亮的啊。你去剪这个伤口的时候啊，其实啊剪刀很钝，它不是说锋利的这个刀刃啊把伤口给什么？给切断的，它其实是挤压挤断的，看见了吗？它是剪刀挤压以后挤断的啊，这个已经开始变形了，看见了？枝条已经开始变形了。这种伤口是最不好愈合的，它不愈合代表什么？它不愈合就代表菌会无限制的去侵害它啊，它再硬的体格了，这个枝条再健康，它也挺不住。就像人的伤口一样啊，你拿小刀片啪给手拉个口，哎，伤口你一摁啊，一会儿风干了以后它愈合了啊。如果说你拿大铁锤砰一下子啊，挤压伤是最难愈合的。人有伤口了处理不好是吧？后期造成感染是不是也 over 啊？哎，植物它也是这样啊。咱们可以拿剪刀选取枝条的时候剪下来，这个伤口是钝的啊，伤口是挤压伤，它是受伤的，挤压伤的叫啊。然后咱们找一个壁纸刀是吧？换个刀片啊，给它什么刮骨疗伤之前干什么？给它拿打火机给它什么燎一下，杀个菌，是不是？横切斜下45度角去把这个伤口给它什么削平整，看见了吗？齐刷的啊，这样对伤口的伤害小，愈合的快，愈合快了以后的菌进不去了啊，这样它才能活。然后伤口处理完了，咱们再把你扦插的介质开水烫一下啊，你得有蒸锅你蒸一下子是吧？都行，只要是适当的杀菌就可以放在稍微有光的地方啊，让它为一剩1个半个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，制造养分啊，形成愈伤组织，然后生根。先愈合，先愈伤，然后才能长根成活，是这么个逻辑啊。一定要把握扦插的重点，然后春季这个季节啊，植物万物生长，可以尝试去扦插繁殖一些自己喜欢的植物。到底是水培扦插成活率高，还是土培扦插成活率高啊？水培好，土培好。咱们抛去一切用药的这个环节啊，咱们涉及到这个扦插植物的一个成活率。它的本质啊，那么主要有3点。第一点重点就是对菌的一个控制。水培和土培它俩对比来说，水培对菌的管理更加简单，只要你勤快一点，每天给它换水，那么这样这个菌在水里边它繁殖不起来，那么能有效的控制菌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么土培呢，那么涉及到杂菌的一个控制啊，那么相比扦插黑杆来说，这个受菌害来说，土培的风险比水培的风险高。那么第2个重点也是昨天讲的啊，咱们后期土培扦插对湿度的一个保证啊，它俩对比来说，这个枝条一直放水里啊，那么水培植物的这个湿度保证比土培要好很多啊。这个土培需要人工去增加湿度啊，包括环境的一个湿度啊，有人用这个闷氧箱去扦插，这些都是保证土培植物扦插的一个湿度的一个保证。那么第4点就是发根速度的一个对比啊。那么水培扦插植物它的发根速度啊，快一些的植物大概是7到10天左右，这个植物就开始长根了。水培的一个发根啊，它不一定说非得等到愈伤组织形成以后大面积的发根，它在枝条的这个侧芽的位置，还有木本植物的这个茎干位置啊，它都会发根。那么对于土培扦插来说，很多时候它也会从这个节间的位置进行发根。看这个例子啊，大多数它都从底部的这个生成的愈伤组织的这个位置进行发根。那从咱们选取枝条上来讲，那么就是木质化的枝条，水培生根速度优势比土培的明显很多。没有木质化枝条的这种嫩枝啊，那么土培比水培更为稳妥一些。那么从扦插的一个繁殖率来说啊，因为涉及到这个后期转土培，大面积的一个扦插，那么往往是土培啊，家庭养花小面积的一个扦插，往往水培成活率啊，包括后期管理
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它更适合于新手。那么以上的几点，咱们综合的去决定你用水培还是土培。今天咱们保姆级的扦插方法再来一遍啊！咱们选取枝条，选取今年长出来的啊，正在开花的，或者是开花修剪过以后的这个枝条，枝条呈现木头颜色、木质化或者是半木质化的这个枝条最好。给它盖下来。那么扦插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咱们这个修剪伤口的一个处理啊。咱们一般情况下要求伤口平整，不要拿你家90年大剪刀咬牙切齿那么剪。扦插植物并不是说这个枝条剪下来以后它就长根了啊，它得先把伤口愈合，它必须得有这个过程。所以说你80年大剪刀去修剪的时候，对这个伤口的挤压太强太厉害。啊，这个细胞破损太严重，它愈合不了，导致咱们扦插失败的一个黑杆，这个占有很大因素。如果说你没有工具的话，性价比更高的，咱们用一些壁纸刀，前提是壁纸刀和剪刀都要消毒，咱们斜上45度角，整齐的给它划掉。那么这样的伤口是特别平整的啊，对这个细胞的伤害最小。关键是别划到手啊，别讹挖。修剪的时候啊，咱们有个技巧啊，你可以把这底部叶给它撸一撸，给它剪一剪。像这种有茎节的，咱们可以留3节进行修剪啊，咱们节点留的稍微多一点，即使底部这个伤口愈合的不好，它还有概率在上面节间的这个位置去发根啊，增加了一个存活概率。咱们再用杀菌药给这个剪好的伤口再处理一下啊。我用的是这个精甲革菌精，我不卖啊，你们要用自己找去。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给水里加一点这个生根剂啊，生根剂有个小坑，咱们看那个农药登记编号啊 ，PD 开头的，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个他告诉你这个说明去使用，别用浓了啊，你也别用稀了。它都不好。咱们扦插的花盆啊，咱们尽量高一点，你有那个废旧的高的矿泉水瓶，其实都可以啊，底下扎点眼都行，这样它保湿性好一点啊，对扦插这个它是有利的啊，但是保证底部不要积水啊。咱们选择这个扦插介质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智石啊、河沙呀都行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包括椰糠都没有问题啊。我用的还是咱们这个中沙沙货土啊，扦插也没有问题。咱们新手扦插的时候啊，你不要硬塞啊，咱们把这个土填实的情况，你先用你的手指头或者找个棍儿给这个土抠个眼啊，咱们埋的时候要把这个尽量的避免这个伤口啊，这个受力，要把这个第一个茎节给它埋进去啊，抠完眼以后给它塞进去，哎，土周边土给它摁实就可以啊。那么咱们扦插好以后啊，你可以用这个杀菌的，包括加这个生根液的这个水啊，给这个盆土整个的给它浇透啊，不要大水去冲，不要把这个土冲散了，慢慢的小水流的，咱们给这个土给它淋透。咱们浇透了以后，这个周边的土啊松散的，咱们可以给它稍微给它再摁一摁啊，固定一下。浇的已经没法再细了啊，有些人说这个人大棚都咣咣往里怼啊，你怼你就不活，你没有人的环境，得降啊。扦插完以后的养护，注意第一个，土不能干啊，一点都不能干，土要保湿。第二个，你的扦插环境放在哪儿？放在你家南阳台距离半米的一个位置啊，一定记住了，要明亮啊，这个过暗，环境过暗。第一个，它长根很慢，你别看你用生根粉，它长根一样很慢。第二个就是极大的增加植物黑杆的一个概率啊。室内扦插不要阳光直晒，但是离阳光一定要近啊，你30到50厘米的一个位置最好。今天讲的细的不能太细了啊，记住所有细节可以去尝试玩一下，死了其实无所谓啊，就是娱乐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